今天我们将再现《林海雪原》当中惊心动魄的故事。3个舞台，多重空间，20分钟的时间里浓缩它的一个精华。图呢？啥图啊？等图一到我就登记。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先审图，孝敬三爷，他是共产党。我就是共产党。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这是1970年由上海京剧院编排的京剧电影《智取威虎山》中的一句经典唱词。这部现代京剧改编自作家曲波的长篇小说《林海雪原》，描写了孤胆英雄杨子荣深入匪巢，与匪帮斗智斗勇的故事。杨子荣改扮土匪胡彪，深入威虎山匪巢虎穴，一面与土匪周旋，战胜一次又一次的试探，取得坐山雕的信任；一面涉险下山，为战友送出情报，与参谋长邵建波里应外合，最终一举歼灭众匪。纵使岁月流逝，豪情万丈、智勇双全的杨子荣形象常演常新，鲜活依旧。今天，让我们走进这段峥嵘岁月，走进这段历史，再一次去领略孤胆英雄杨子荣的传奇故事。让世界品味中国，这里是泸州老窖国教1573独家冠名播出的《故事里的中国》。大家好，我是董卿。本节目由更多鲜活营养的光明乳业独家特约播出。光明乳业，乐在新鲜。曲波的长篇小说《林海雪原》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最早在全国范围内引起轰动的几部小说之一。极富诗意的名字的背后，讲述的是上个世纪40年代我军剿匪小分队在东北的茫茫林海、皑皑雪原剿匪战斗的惊心动魄的故事。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林海雪原被改编成了各种艺术形式广泛的传播，一直到今天，它依然是我们心里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完美坐标。那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首先要为大家请出的就是这部小说的作者曲波的女儿曲翠翠，让我们掌声欢迎她。你好，你好，董卿老师，你好，欢迎你。在小说《林海雪原》当中，第一句就是您父亲写的：“以最深的敬意献给我英雄的战友杨子荣、高波等同志。”这里边向所有的读者传递了2个很重要的信息：第一个，传奇人物杨子荣是真实存在的一个英雄人物；第二个，您的父亲和他们俩有着非同寻常的战友情。是的。那是怎样的一段历史？能跟我们说说吗？我爸爸是15岁参加革命，然后是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那么抗日战争结束以后呢，大批的胶东的部队就转移到了东北，为了全中国的解放嘛，就在那儿开始了剿匪。
那么杨子荣呢，是我爸爸的一个好战友，高波呢是我爸爸的警卫员。杨子荣的岁数是比较大一点儿，他是个侦察英雄，他大大小小的战功立了非常非常的多，而且呢，我爸爸他们就是生死之间的友谊，因为战争时间嘛，一场战役下去，不知道谁能回来，谁不能回来，生死之交呢？生死之交，真的是生死之交。那他后来是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这样一种想法，就是要把这段经历把它写出来？你知道剿匪是一个特别艰苦的事儿。我曾经有过他们一张照片，是他们剿匪胜利以后下山的照片。那么您可以想象，这么薄的衣服，他们在深山老林里，零下多少度？我觉得那一段是我爸爸刻骨铭心的这么一段经历。到了和平年代，这些东西总是环绕在他的头脑里，他不能忘了他们。那么他呢，就是决心把这东西写出来。那个时候，他是一个很大的工厂的厂长，他白天上班非常忙，晚上回来写东西。他想一定要把它写下来，来寄托他对战友的怀念。但他写这部小说写得顺利吗？不顺利。其实吧，我爸爸15岁参加革命的时候，他只上过5年学，但是他又特别热爱读书。他《水浒》《三国》就这些书吧，他很多章节都能背下来，所以他当兵的时候，人家还把他当成一个知识分子。经过长期的构思吧，他也是试着写，但是他毕竟不是写书的人，所以呢，他有的时候就是不会告诉任何人他在写书，只有我妈妈知道。他这个前后大概写了多久？大约4、5年的时间。他写完了以后呢，我妈妈就用我们小孩子做衣服的布条，把每一个章节都钉起来，钉到他最后写完了以后，拿一个包袱皮儿包起来，去看看是不是有人能来给他出书。他并不是想当一个文学家，他也不想成名，他只是希望把他的这些思念都寄托在他的这本书里。我看到您还带来了一些您父亲的手稿，这是很珍贵的。对，这个手稿你们可以看到，这个小布条是我妈妈给我们做衣服的时候，然后裁下来，每一个都是这样，你看都是这样裁下来就剪了，然后把它装订成册。这所以就说这本《林海雪原》就变成非常厚的一个小包袱皮包着的这么一个作品。包裹，对，包裹。我觉得当时可能编辑都会觉得这看上去实在是不是很专业的样子。对呀，而且稿纸你看。他这个稿纸都是他也不按格。我爸爸这个人就向来就不是特别循规蹈矩的一个人，这是我们家也算留下来的唯一的我爸爸的手稿。他当时是拿着这个手稿是去了哪个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他就抱着这些东西就去了。他告诉出版社的人说，如果你不出这本书，请你给我家里打一个电话，你不要打到我的单位去。他就觉得特别不太好意思，对，也不想让人家知道，不想让人在写书。对。后来他等到了出版社的电话了，对，他们说你到出版社来一趟吧。那我爸爸就去出版社了。他说：“那你把稿子给我吧。”他以为对对。后来呢，他说呢，我们准备出。
最先出的就是在杂志上，出了一篇，就是1957年人民文学杂志上，对它是取了几个章节，选发在了人民文学上，对起了个名字叫《奇袭虎狼窝》。对，没错。随后呢，就是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有一个叫龙石辉的编辑，专门负责林海雪提出很宝贵的意见。那么还有他们的社长秦兆阳，记得是秦兆阳说，他看这本书看的就是混到一个字儿都看不下去了，他才舍得把它放下。当时出版了之后，后边的反响之热烈，可能是您的父亲，包括您母亲都没有想到的。没有想到，但是他欣慰的一点是说，他把这个故事告诉了全国人民。他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欣慰，对他那些战友们，活着的还是牺牲了，都是。如果看这部小说的话，我们会发现里边有一个唯一的小分队的女性角色，叫白如，那是一个战地卫生员，年轻美丽，她的出现可以说犹如神来之笔啊，让整个的这一部小说就变得更加有色彩。有人说白如是以您母亲为原型创作的，是这样吗？我爸爸妈妈同年参的军，14岁就参的军。他们结婚的时候是1946年，然后他们结婚1天以后，我爸爸就上山剿匪了。那我妈妈也是很担心，因为他可能是活着回来，他可能也是再也见不到他，而且那时候我姐姐已经在肚子里。他们风风雨雨一生，真的很不容易。实际上，在剿匪的那么恶劣的情况下，不可能有女兵，也不可能有卫生员。但是那个时期呢，我们需要有一点革命的浪漫主义精神。但是无论如何，白如这个人物形象还是给大家留下了很深的、很美好的印象。包括贺龙元帅有一次见到您父亲的时候还问起呢。对，看见我父亲的时候说：“哎，你是曲波，你写林海雪原，那小白鸽呢？那个白如呢？”后来我爸爸说：“他不叫白如，他叫刘波。”后来贺老总就说：“啊，那还是叫白如吧。”上海京剧院在1958年把林海雪原搬上了京剧的舞台。在1970年的时候，这部京剧《智取威虎山》又被最早拍成了电影。而在京剧舞台上和京剧电影当中扮演杨子荣的都是京剧大家童祥林先生。今年他也已经84岁了，我们今天特意把童老师也请到了现场，掌声欢迎他。谢谢许翠翠老师。您好，童老师，慢点，慢点，慢点，来，请坐。谢谢大家。童祥林老师所塑造的杨子荣的形象，可以说已经成为几代人心中的经典了。一看到您啊，这个直上云霄的这个穿林海、跨雪原的那个唱段，就会在耳边仿佛会响起。现在还能唱吗？这个想不想听啊？好，那我就试试。哎呦，好，我陪着你。穿林海，跨雪原，秦
您请坐，您请坐。宝刀不老啊！过奖过奖。这些唱段实在是太经典了，真的是在我们的心里永远可能都无法抹去的。1958年上海京剧院排这个《智取威虎山》的时候，最初的杨子荣并不是您。58年那时候，杨子荣是李仲林先生，因为那时候，李仲林先生是唱武生的，在我们这个行当里头，武生呢重于表演，重于念白，他不重于唱。那时候人家向毛主席问，说那个《智取威虎山》你还记得吗？毛主席说：“我只记得一个九三调喽。”哎，因为杨子荣那时候没唱，李仲林先生全是念白，所以后来主席的意见呢，这个京剧是唱作念打，哎，应该把唱放在重要地位。那时候就是把我调来，就是为侧重搞杨子荣这个音乐形象，就是杨子荣的音乐形象就是共产党员，哎。后来就说共产党员这个形象应该是什么样呢？后来我想想，应该是光荣的、豪迈的、一往无前的。最后找到了一个形象，就是共产党员。哎。这个形象，就把它确定了。所以后来听说周恩来总理去看你们排练的时候，还是挺满意的，还给了您一些具体的意见呢，是吗？那是我记得是，第一次统排，总理看完戏上台了，他头一句跟我说：“你这不是杨子荣啊，你这是诸葛亮啊。”我说：“回去想想，因为那时候。”总理指着第八章，第八章是词儿很美，晨曦落，天风小，雄鸡高，可不是诸葛亮吗？后来就说你这个词儿不行，我们杨子荣这个角色是要激昂，啪人一下改了，一改我看不得了，披荆棘，战斗在敌人心上。哎，这一改，那么整个的就不一样了，马上就提起来了，披荆棘，战斗在敌人心脏，就唱起来了。哎呀，你看，的确，它这个作为现代京剧，它一定是有很多创新的地方的。但是，我想更大的考验是之后1970年要把一个京剧艺术搬上银幕，把它拍成电影，那个对演员来说是真的是挑战。您当时都有些什么样的困难摆在您的面前？咱们第一个就是第5场打虎上山，它是中国的电影里头记录的最长的2个镜头。它没有中间不是很接1、2个镜头，因为那个时候没有标记啊，拍5场是最热的天，大概是7、8月那个时候，7、8月份的时候，但是要表现的却是最冷的地儿，是吧？哎，我里头穿着这个棉背心，因为我人瘦要垫起来。棉背心外头有一个短打，短打外头皮坎肩，皮坎肩里有个大衣。人家谢体力谢倒了，说：“祥林同志啊，我们拍电影要真实感。”我一提了那大衣，好家伙，这大衣就有20多斤呢。哎，完了，导演又说了：“祥林同志啊，这个虽然它是真的，但是你也要跟舞台上一样耍的自然呐，要流畅啊，哎，那就得练呐。”完了，我记得。拍那时候最后一刻，他给我提了一个最难的问题：“佟元龙同志，我们给你提一个要求，就是你最后不要出汗。”后来我就跟他开玩笑，我说：“那你最好把我装在冰箱里头。”怎么可能不出汗呢？到时候这真没出汗，你看这镜头，真没出汗。他一个特写没有办法。
我后来仔细去看了那个特写，我觉得脸上是有点油光，有点油，但是没出来，不能含栗子下来。哎，第二个人，这个，我们第二个难处呢，拍电影的时候，大家看那个唱段挺舒展啊，挺舒服吧，但是我们录音是非常非常艰苦。我记得是那个，这打火上山刚一录音，谢导拿一个码表，祥林同志啊，你拿着这个码表，从导板音乐起到消焊完，你要坚持18秒。我要拍星星，我要拍月亮，我要拍树，我要拍那个。从哪儿到哪儿坚持18秒？咚当哒哒哒哒打这起。哦，哎，一直我看着，其中它还不够，小啊，还在冲着话筒，你看啊，17秒把掐住了，哎。所以这个我们都不知道啊，这个一个英雄形象诞生的背后有如此的艰辛，甚至艰难在其中。我练习的时间，我就是那时候早晨上班练功，排戏，完了吃饭，完了洗碗，完了什么的，只能是晚上睡觉的时间是我练马舞的时间。基本上那个时候，我一天睡4小时，那是很不错的了。您那个时候电影拍了多久？2年。那个时候2年，我家在上海，我的夫人，没有到北京看过我，我也没有回上海。这2年你们没见过？没有。您跟孩子也没见过？没有，所以我那个小儿子见了我，他不认识我呀。真的是你应该得到的。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呢，也有2位演员要重新在我们的舞台上再现杨子荣和座山雕，他们又会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呢？我们先去看一看他们2位和田沁鑫导演展开围读会的情况。欢迎大家来到《故事里的中国》节目组，我是咱们《故事里的中国》戏剧总导演。
来，咱们自我介绍一下啊，从大红老师这介绍一下。我还没鼓掌呢。我叫倪大红，我在剧中扮演座山雕。大家好，我是中国国家话剧院的演员李光洁，我在《智取威虎山》里扮演杨子荣。我无比跟他们一个单位的。大家好，我是高志廷，扮演邵建波。大家好，我是季哲木，我演8大金刚的老大。大家好，我叫张硕，我演老2。大家好，我演老3。大家好，我演老4。我是老5。大家好，我演老6。都坐下吧。今天特别高兴，咱们一起来参加这个围读会。那么这一期呢，我们是要做《智取威虎山》。2位老师演过这个作品，应该也不是很陌生。对，电视剧，我们俩都是一个戏。这是我第2次演这个角色，但是依然会很紧张。我觉得作为一个演员来说，最难的3件事，第一是演真人真事。首先，杨子荣是真人真事；第2是有真人真事的经典名著；第3个难点是，有真人真事的经典名著被很多次翻拍过。这3个难点，在杨子荣身上都重叠了。这个故事一直被不同的艺术品种不断演绎。2014年，徐克导演版本的电影《智取威虎山》，2017年电视剧《林海雪原》等版本，都用新时代的叙事方式去解读、传承了杨子荣不怕艰险、勇敢向前的精神。这个杨子荣是有原型的，对，他原型是个山东人，然后各行各业做了好多事儿，最后参军入伍。咱们这个本子也是讲的是杨子荣想深入虎穴来剿灭座山雕。座山雕老练深沉，城府真的是很深。杨子荣敢进到这威虎山里边去，而且还能够得到座山雕这样的人的信任，确实是厉害。那我们现在这个呢，是以一个这个舞台的一个方式啊，是有3个舞台。那么大家看到的这个是主舞台，在这个场景里边，我们可以有一些话剧的表演的方式。我们还有一个2号台和一个3号台，就是影视化的这种表演空间。然后我们这次在20分钟左右的时间里，把它经典片段都有了。对，把它给浓缩了一下子。真的是非常期待老师们的演绎，然后我们读一下剧本，有什么修改的也没问题，咱们可以再调哈。座山雕喝一口酒，众金刚跟着喝酒。都别咽下去啊，搁嘴里含着。就这么点出息啊？那您想干点啥呀？所有土匪都下山。下山啊？散伙了？从此以后，东北没土匪了。没土匪？那我是啥呀？那你啥呀？都当正规军去，全是我的兵，都当旅长，编他10个8个里出来。是3爷。长。大红老师他有一种他自己独特的一个方式演绎这个人物，他会很敏锐地捕捉到这个角色他的老辣，而且语言呀也特别对位。东北要都归了我，你说咱干点啥好呢？倪大红是我想象中的舞台上的一个座山雕。在这样的一次重演经典的这种机会当中，还是想要求一个完美，就是怕自己演的还不够。我觉得你俩那个开始的时候还可以标着说，说到后边你一句我一句就然后到后边你就下来了，逐渐的。对。田导呢也就跟我们说过，说从表演啊，从形体上稍微的扩大一些，所以我跟光洁都尽量的呢，就是从动作上，甚至包括在台词的节奏上，都做了一些强化。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莫哈，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脸红什么？精神焕发。咋的又黄了？防了，土的了。这么说你是许旅长的人了？许旅长的司马副官胡彪拜见3爷。你啥时候认识许旅长的？在他当警察署长的时候。听说许旅长有几件心爱的东西？2件珍宝。哪2件珍宝？宝马快刀。马是什么马？卷毛青鬃马。刀是什么刀？日本指挥刀。何人所赠？皇军所赠。在啥地方？牡丹江5合楼。
好极了。他们两个的合作非常的漂亮，尤其是光洁，台词功力上长进一大块。他对杨子荣这个正面人物的这个把握非常准确，而且很智慧、很机警，语言也很有节奏感，所以我就非常期待在舞台上看到两人精彩的表演。来，咱们再读一遍剧本啊。栾平带着心前图，必然去见座山雕。参谋长，画张线前图，我要抢在栾平前面去见座山雕。老杨，这太危险了。为了东北解放，我必须深入虎穴，因为这是一个九死一生的任务，谁也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回来。我觉得他是有害怕的，但所谓英雄和平凡人最大的区别就在于，英雄可以把这些情绪都克制住，然后再去完成他的任务。座山雕是一霸，我们必须要除掉他。我现在集结部队，等你信号。咱们立个派号。好，我现在就出发。哎，老杨，很多人在最初看《林海雪原》这部小说的时候，以为杨子荣是一个虚构的一个人物，但是后来随这些新闻报道，才知道他其实是隐藏在历史深处的真实的战斗英雄。那我们今天现场也请来了2位很特殊的来宾，他们都曾经是杨子荣的战友。让我们掌声欢迎今年已经92岁的高森老人和今年已经89岁的张道静老人，有请2位。童老师可以在台下稍微休息一会儿，来，谢谢。慢点啊。您好，您好，您好，欢迎您，请坐。您好，您好，您好，来，欢迎，请坐。高森老人高老当年是牡丹将军区2团直属侦察通信队事务长，有没有些什么奇特的经历是让您很难忘的？杨子荣同志从入伍一直到他牺牲，我们俩始终在一起。他在智擒座山雕之前，曾经有过几次非常英勇的表现作战勇敢的一个故事。事情发生在1946年的3月，牡丹江地区附近有个村子。这里边有400名左右的土匪，这个土匪呢战斗力比较强，日本遗留下的武器，什么平射炮啊、迫击炮啊，都落在这些人的手里头。咱们要解决这个村的敌人，要解放这个村子。领导考虑，如果要经过战斗来解决这个村子，一个是部队要遭到伤亡。另外，老百姓也要受到损失，所以领导就写了一封劝降书，就准备和平解决这个村子。当时这个劝降书怎么办呢？怎么传去啊？谁去交这个劝降书？谁去送这个书啊？气来杨子荣就提出来，我去送这个信。当时有的同班的战士就劝他不要去。敌人那么凶猛，那么残忍，好几百号土匪呢。对，你去，回来的可能性不太大，就劝他不让他去。
但是呢，我一定要去，哎，我不怕死。结果这个劝降书就交给了杨子荣。杨子荣呢就弄一个炭条，枪的那个炭条，挑了一个白毛巾，因为这白毛巾象征着和平，就举着要进了村子。敌人一看呢，举着白毛巾，这可能是来投降的，就让他进了村子。他又找到了那个土匪的头儿，他说：“我是蒙甸江军区2团的代表，我们领导给你们送了一封让你们接受和平解决的一封信。”当时这围过来，国民党几个所谓军官吧，哎，有一个就拿这个步克枪，就顶着他的胸口。我看你是来找死的。杨子荣说：“我怕死，我就不进村子了。哎，我就是因为不怕死，我的目的就是咱们要和平解决这个村子。如果咱们要真正打的话，对咱们没好处。一个要有伤亡，不知道谁死谁活；另外一个也给老百姓带来损失。这会儿呢，就围来一些老百姓，老百姓也七嘴八舌的说：‘啊，你们别打，应该接受这个劝降书。’这个军官就也动摇了。考虑这是个实际情况啊，因为这个3个连已经把这个村子已经进行了包围。经过这个说服以后，敌人就表示同意接受投降，接受和平解决。也因为这次行动，后来杨子荣有了一个孤胆英雄的称号啊，也被授予了特等功。张道敬老人当年是和杨子荣一同入伍的。是的。而且听说活捉座山雕的那次行动，您也参与了。您是和杨子荣的那个小分队里应外合，对吗？我是在杨子荣小分队以外。您还记得当时的一些情况吗？1947年，东北被剿匪，取得了胜利。这个时候呢，还剩下一些残余的土匪，特别是座山雕，到处残害百姓，到处烧杀掳掠。我们让2团几次想消灭他，但是都扑空了。2团就研究怎么样消灭这股土匪。这个杨子荣呢，亮出了自己的这个计划，说我就装着土匪，电警察别消灭座山雕。那么他的首长呢同意了，杨子荣立马当晚就出发，一共6个人。出发了以后，他们就到这个嘉峪沟以北的深山老林去侦查。到了第5天，终于摸到了座山雕的老巢。座山雕呢还在那懵了懵懂，整个的老巢就给断了。他很生气地说：“我丈夫打了几十年的仗，那最后被几个小八路给耍了。”他很懊丧，没有引火上网，我们就取得胜利。但是这个我在这里补充一句啊，当时这个山里啊，并没有这个维护扇，座山雕也没有搞这个百吉岩。徐波在打仗的时候看到一个小山叫维护扇，所以他写书的时候就写出了维护扇。写书是一个创作，是文艺上的加工，意思呢对死去的战友这个的纪念啊，这是我讲这个杨子荣是真实的杨子荣，真实的我们一起打仗的老战友。谢谢你们今天来到现场，这是真正的英雄啊！那接下来我们也很期待李光洁和倪大红2位又会怎样在我们的舞台上来展现这样的艺术形象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哎呀，到咱们了，走。
哎呀，大红哥，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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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吗？还差点儿。你这是要扮成胡彪吧？那可是许大马棒的司马副官，这身上一股子兵味儿，连根马毛都没有。谁说没有？你去哪儿啊？我到马棚里睡2天。那记得别洗脸，顺便再饿2天。走了。像吗？像。像啥？像啥？像谁？像张作霖大帅。哎，你说这东北要都归了我，咱干点啥呢？干点啥？三爷，咱得先到奉天，哥儿几个好好喝几天花酒。喝呗，现在就喝呗，喝吧。别咽，别咽，憋着，憋着，别咽啊！你们就这么点出息啊？啊，就这么点出息啊？那您说咱整点啥呀？所有土匪都下山吧。下山，散伙了。从今往后啊，东北没土匪了。没土匪？我是啥呀？都当正规军，都是我的兵啊！从你开始，一直到老八，你们都是旅长，咱们鞭他18个旅。三爷，您有大智慧。谢三爷。来吧，各位旅长，整吧，整！图呢？啥图啊？我都落你们共军手里了，哪还有图啊？有条命你要不？少废话，不说就毙了你！别呀，我投降。共军不是不杀俘虏吗？共跳不杀俘虏，柳子也得插了，你信不？你谁呀？奶头山许大马棒的司马副官胡彪。看什么看？你怎么跟共军搅一块儿去了？侯专员让你把先遣图送到奶头山，交给我们许大当家的。图呢？许大马棒投共军了？你想带着图上威虎山？不许看！我们许旅长一直都是共跳国军两边靠。哦，对了，许旅长让我给你带句话，让我给你在夹皮沟留个坟。胡老弟，不，胡大掌柜，我在共军手里2天了，我可算见着个溜子了，你得救救我呀！好说，只要你把先遣图拿出来，
我就放你走。我这大帅府咋样？哎呦，我的大帅，您可真帅！等图一到，我就登记。您说的是先遣图。先遣图记载着咱们9岭18岗的所有黄金、弹药、铁路、军械库，还有张大帅留下的先遣军。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这个东风啦。三爷，杠啊！一等胡牌呢。您一登基，我可就是大帅夫人了。像样的，大帅夫人了。来，给大帅夫人演一个来。登基！报告，参谋长，栾平跑了。追！是。栾平带着先遣图，一定去找座山雕。参谋长，画图吧，我带着图上魏虎山。你是说靠摇线图？对。如果栾平抢了先呢？栾平现在是惊弓之鸟，他一定会犹豫。如果他去找了许大马棒，我便能争取到座山雕的信任。如果他也上了威虎山，我就能借助座山雕的手除掉他。不行，洛阳，这太危险了。参谋长，为了东北解放，就算我粉身碎骨，我也愿意。座山雕是一把必须要除掉。画图吧。那我现在集结部队，等你信号，咱们里应外合。我去准备一下。老杨，一定要注意安全。是。找许大马棒，还是去找座山雕啊？不行，这许大马棒投了共，我刚从共军那儿跑出来。对，去找座山雕。我一定要抢在栾平之前。走，说起，刘，先看齐，直接看。报告参谋长，分队集合完毕，请指示。同志们，这次任务十分艰巨，我们必须要赶在大雪封山之前，也就是今天夜里，赶上威虎山，等待杨子荣同志的信号，随时准备战斗。都听明白了吗？明白。发。是。请203首长
和同志们放心，我一定会想尽办法，取得座山雕的信任，掌握更多的情况，及时把消息传递出来。可如果10天之内我都没有音讯，那说明任务可能失败。我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赶紧的！西北玄天一片云，乌鸦落进了凤凰群，满屋都是英雄汉。谁是君来，谁是臣？甩个闷儿！烧干锅闷儿！胡掌柜。横在哪个山头啊？干啥闯我们山门？他房上没有瓦。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莫好莫好，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脸红啥呀？精神焕发，咋就黄了？防冷，涂的蜡。这么说你是许旅长的人了？许旅长的司马副官胡彪，拜见三爷。胡彪。啥时候认识许旅长的？还在许旅长当警察署长的时候。哎，听说许旅长有几件心爱的东西？2件珍宝。哪2件珍宝？宝马快刀。马是什么马？卷毛青鬃刀。刀是什么刀？日本指挥刀。何人所赠？王军所赠。现在何处？牡丹江五合楼。刘贤弟，许旅长待你不薄啊！你说你哪还反草呢你啊？三爷，俺老胡要是反草的小人，您现在就可以插了我。这要怪，只能怪那个姓栾的联络副官，他偷了许旅长的先遣图。想嫁祸于俺，那咱老胡也不是吃素的，趁他睡着了，就把图给偷了回来，想着还给许旅长。可如果回去必定是送死。这牡丹江一带，咱老胡最敬佩的就是崔三爷。心一横，趁着漫天大雪，就上了威虎山，想着能靠上三爷的腰。
先遣图，胡彪，孝敬三爷。老大，三爷。黑灯瞎火的，近点儿！你想烫死我呀？哎呦，我这老眼昏花的，老大！哎，三爷，好啊！好还不赶紧拿酒？端酒！端枪子！吴贤弟，来，过来！三爷，那啥啊，我听着啊，往后吴贤弟就是咱们威虎山老九。敬好酒！各位当家的以后多照应，敬三爷。走！三爷，报！三爷，山外有人来献宝。来啥人呢？红庄园的联络官栾什么平。献啥宝啊？先遣图。带上来。是。三爷，鄙人侯庄园联络官栾平来献宝。栾老弟，你竟敢给三爷献假图？是你爷爷我。三爷，他是许大马棒的人，许大马棒投了共，他是共产党。这个是谁的图啊？这是栾平的图。这个呢？老九的。你说我是共产党？好，那我问你，你是怎么知道我这个共产党的？三爷，我被共产党抓了，就是他审的我。三爷，您听到了吧？他被共产党抓了。那您就好好问问他，共产党是怎么又把他给放了？共产党怎么能把我放了呢？是我自己跑出来的。谁相信你是自己跑出来的？我看是共产党派他来的。放屁！各位当家的。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实话，我对天发誓，他就是共产党。你们说的糊涂，我听得明白。你这张图是假的，三爷，这图怎么能是假的？三爷。
哎，三爷，哎，这都是共军给您下的套啊，三爷！不信，你去嘉宾沟看看了，三爷。你敢让俺们兄弟去送死？就是的，三爷，我说的都是实话呀，三爷。老九，咋还生气了呢？你，那要不那么的呗，你自个儿看着办吧，给。谢三爷。放开他！栾老弟，没想到啊，你也有今天！你个王！行了吧，老九。我虽然听不明白，我这心里有数。你说就他那张图，最起码有37、21个错误，我心里能不知道吗？啊！行了，喝酒吧。哎。都把枪放下！我说都把枪放下！干啥玩意儿，老九啊？干啥呀？都往后退！哟，不许动！那，所有人不许动！交枪不杀！栾平说的没错，我就是共产党。
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田沁鑫导演、倪大红老师和李光洁，来有请3位到前台就座。先问问田导吧，我们看了今天这个片段之后，发现有些剧情上您还是做了一些调整，特别是在最后这个送先遣图的这个环节上面，做了一个很精妙的设计。是，刚才在座的这个观众们有看出那个先遣图被换过了啊？看出来了，怎么换的？观众现在都很聪明，其实把2个小时的一个剧情压缩在20分钟里边展现出来，本身就是有难度的。对，所以我们就稍加改动了一下，就换了一个图，集中表现杨子荣在这种众目睽睽之下他的机智、他的智慧，是迅速地抓住了一个能够推动剧情的一个点，一环扣一环，让没看过的人能看懂。虽然我们的篇幅很短，但是我们投入了很大的一个创作的热情。我们也希望呢，很多的观众在看这个很短的20多分钟的这一部《智取威虎山》这个浓缩版里边，能够集中的看到杨子荣的机智和勇敢。演员都对能够出演这样的经典角色是非常看重的，是吧，光洁？包括你能演杨子荣，我想对你来说可能也是很看重这样的一个人物。其实我第一次接触这个人物是小时候，也是听我爸爸他们听戏。后来17年我们一块儿拍那个戏《林海雪原》。这次当我知道我能来和田导合作，跟大红老师合作的时候，我还是觉得我应该来，我应该再次扮演这个角色。因为这些故事我小时候听到父辈跟我讲，那这次我们又用舞台的这样的形式把这个戏又让别人看到，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这些新时代的文艺工作者的责任，就是要把经典的故事一直传承下去，让看过的朋友们在里边看到新意，让没有看过的朋友们知道有这样一个英雄的故事。你是怎么样来理解杨子荣这个人物的？我一直都觉得，首先他是一个英雄，但是我们的英雄也是一个人。比如说在威虎厅的那一段，我总是在想，他不害怕吗？在那样的一个场合下，8大金刚所有的枪都对着他，然后栾平又拿出了一张图，人家那还是真图，我这毕竟是假的，他心里一定是害怕的。但所谓英雄，就是在这种危难的时刻里，他能够有过人的勇气，能够做出一个非常正确的判断，最终完成任务，这样才是英雄。倪大红老师是很早就和田导有过合作了，从话剧《生死场》《赵氏孤儿》，而且您又演过电视剧《林海雪原》，所以这次您在这个舞台上展现座山雕，是不是胸有成竹？胸有成竹不敢说，电视剧演过，但是呢，从来没有在舞台上演过。这回这样子的去再一次重演这部经典的作品，这个作为演员来说，就是一个非常新鲜的。而且我真的是从小就是听着佟湘玲前辈的这个《智取威虎山》的京剧啊，这个特别的喜欢，所以我愿意就是说再去创造座山雕的这种形象，我愿意去将经典这样传下去。曾经有文学评论家说过，在《林海雪原》当中，杨子荣这个人物，他的身上是既有中国古代侠客的忠肝义胆，但是又有着人民子弟兵的热血忠诚。就这种传统的侠客文化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嫁接起来之后，让这个人物就变得特别的独特，具有魅力。当然，唯一的不同的地方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杨子荣是在活捉了座山雕之后没多久，就在另外一次围剿土匪的过程当中，不幸遭到枪击，当场牺牲。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身世就是一个谜。那接下来我要为大家请出的，也是一位很特殊的嘉宾，他是后来用了27年的时间，才终于找到的杨子荣的亲属杨克武，让我们掌声欢迎他。我们请田导和我们的大红老师光杰可以在台下坐一块儿。谢谢你，谢谢你的演出之路。谢谢，来，杨老您坐。杨克武老人是杨子荣的儿子，更确切的说是养子，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您能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吗？杨子荣是我的亲叔叔，我父亲是老大，他是老二。这个50年就被因为家庭的种种原因，我奶奶做主，就说把我过继给这个我婶妈，也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叫母亲了。杨子荣是不是有一个女儿，但是很小的时候就夭折了，是吗？我父亲在这个当兵参军之前，我母亲生了一个小姑娘，这个小姑娘如果是在西的话，我同岁，她比我大几个月。对，就是那个小孩因为过早的夭折了，所以后来杨子荣他的爱人，也就是后来您的母亲许万亮去世的时候呢，就是没有人给他送葬，所以奶奶做主，等于说把杨子荣哥哥的孩子，就是杨克武，就过继给了杨子荣家。就这样呢，您就等于是原来是他的侄子，后来就成了他的儿子了。对。所以杨子荣从山东报名参军之后，就一去再也没有音讯了。对于老人家来说，儿子走了之后一直没有音讯，对他来讲其实也是一个心上一直放不下的一件事情。他找了很久。对。也就是在50年的时间，一个闯关东的村民回家说了，我父亲在当兵期间，这个当了土匪，他在东北建国了。我奶奶到政府部门也找过这个事情，说他当兵是通过政府征兵走的，怎么现在是又说成土匪了，又是什么听从谣言哈，就把我们家的这官员牌也给切掉了，比如说这个管什么都没有了。那时候听人家传说儿子当了土匪了，老人家是不是特别难过？对，这是对我们家庭打击很重的、很大的。他信吗？哎呀，他不信，但是我奶奶那个人很刚强的一个老太太，就是她当时就在社会面上就讲说，我们家我这个儿子根本就不可能说去当了土匪。这在我们家庭来说，我父亲当土匪这点的时候，在我们家庭来说根本就不存在。1957年，我奶奶收到了一张这个政府发的西中军人通知书，从这以后呢，我们这个家这个土匪这个家庭这个帽子暂时遮掉了吧，在社会上也不是出门说这个指责那个指责了。1958年呢，政府发了一张这个革命烈士这个证书，我们家庭的这个光荣牌又挂上了，我奶奶又享受到了烈士的待遇。那后来《智取威虎山》这个电影也放了，老太太看过这个电影吗？应该说，这个老太太是她没看到这个电影。哦。我们那个密镇农村呢有那个小广播，也在这个寻找杨子荣期间的话，这个小广播也喊过说啥，叫查找这个事哈，是有几情。他听到过这个广播，就是要找杨子荣。对对。但是他不知道这个人是我们家的，因为我父亲原名叫杨宗贵，他的字儿是子荣，但是我奶奶知道，那么世界上聪明的人太多，说由于前边这个那一代出现的那一代情况的话，根本就不敢轻，没往这方面去想，也不敢说，
还在承认他是一个大英雄这么一个人物了，就根本就不该杀生这个事情。1966年，我奶奶去世的，一直到她去世都没有得到一个真正的答案。所以，就像刚才杨老说的，奶奶在去世前听到过要寻找杨子荣的这样的小广播。那个时候是因为国家关心过这个事情，希望能够找到杨子荣的亲属，能够让英雄魂归故里。但是始终没有下落，一直到曲波无意当中发现了一张照片，那张照片是杨子荣和侦察排的战友们的一张合影，那里边有杨子荣，但是这张照片实在是头像太小了。后来曲波重新把这张照片放大，看清楚了杨子荣的脸，带着那张照片又重新开始寻找杨子荣。这一次终于解开了他的身世之谜。这一次是曲波，他把这个照片呢捎给了原来的调查组啊，这个老鬼家都拿照片到我们家里去了。在我们家里讲，我生身父亲啊，就是杨子荣的哥哥，就问他说：“你认不认识这里边的人？”我父亲呢，就一看到他这个这样子照片呢，别个没说，就流下了眼泪。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位英雄人物就是我的父亲的时间，我第一时间呢跑到我奶奶的坟前，我母亲的坟前，就告诉了他们，他们也应该说有这样一位儿子，有这样一位英雄的丈夫，应该明白了，应该安息了。那个时候，距离杨子荣牺牲已经过去了27年了。这一身份的确认，我想也足以告慰这些逝去的亲人们的在天之灵了。我注意到您也是当兵的，是吗？是的，我是68年当兵的。家里还有别的人参军吗？是啊，我儿子，我们家庭包括我父亲。我们现在是3代当兵了，也是一种优良的传统。到今天为止，杨子荣牺牲已经过去了72年了。但是，明知征途有艰险，越是艰险越向前的这种精神，却依然在我军陆军某师的杨子荣侦察连薪火相传。这是一支有着优良传统的连队，他们屡建奇功啊，在数百次的斗争当中出色地完成了侦察任务。今天因为有任务在身，战士们无法来到现场，但是我们还是可以通过连线的方式来和他们打个招呼，好吗？你们好，能够看到我们现场的信号吗？大家好，我们来自杨子荣侦察连。你好，请问您是贾国正连长是吗？是。来，我们请贾连长代表战士们和大家说几句话好吗？1947年，杨子荣牺牲以后，被追授特级侦察英雄荣誉称号。他生前所在排被命名为杨子荣排。1987年，中央军委授予这支部队英雄侦察连荣誉称号。现在在我们连，杨子荣精神从新兵入营开始就已深深烙印在战士们的心中。在训练中，杨子荣式侦察兵流动红旗已成为全连官兵增强的宝贝。现在，
杨子荣精神就是一种动力，时刻激励着我们不断前行。今年也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我不知道贾连长有什么特别想和大家说的吗？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我提议，我们全体杨子荣侦察连历代的战友们，共同向祖国宣誓，我们一定继续继承和发扬杨子荣精神，担当新时代杨子荣式的侦察英雄。杨子荣，不敢流血牺牲，越是艰险越向前，敬礼，敬礼。谢谢，再次感谢各位杨子荣侦察连的官兵们，谢谢你们，也祝愿你们在未来不断向前，再建新功。谢谢你们。我想看到这里，观众朋友们会和我有相同的感受。孤胆英雄杨子荣早已不孤，杨子荣侦察连的每一位战士都是杨子荣，在传承着士胆忠心的信念。新中国成立前那一段惊心动魄的战斗，为文学的书写赋予了魂魄，而艺术所塑造的这些不朽的英雄形象，也必将会继续激励着我们，来日方长显身手，干洒热血写春秋。再次感谢各位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让世界品味中国，这里是泸州老窖国教1573独家冠名播出的《故事里的中国》。本节目由更多鲜活营养的光明乳业独家特约播出，光明乳业乐在新鲜。